回到房间，刚要躺下，看到窗外的夜色，才猛地记起来自己没有给萧衍之双腿换药，说好的每3天换一次药，结果每次他都推迟了。大脑里莫名闪过被萧衍之亲吻的一幕，心里又忍不住一阵骂娘，犹豫要不要不管萧衍之死活了。可作为主刀大夫，因为个人原因而不管患者，他这样真的不合格。照理他应该替萧衍之查看缝合伤口愈合情况，还要开始指导他做双腿复健。最后宋锦还是出现在萧衍之房内，虽然他做好了心理准备，可是情况依旧失控。萧衍之到底是血气方刚的男人，双腿虽砸残了，可未伤到他那啥地方。当宋锦再次无意中瞥见他那不可描述的地方，小瓷勺子给他双腿上药的手都忍不住手滑。东屋静的只剩下2人紊乱的呼吸声。阿锦，我的双腿也是你治的吗？低沉嘶哑的声音暴露了他此刻的隐忍。宋锦没想到他会睁开眼说话，手中的小瓷勺子不禁抖了一下。确实是我给你做的开刀手术。从外貌暴露那一刻，宋锦就知道迟早这男人会怀疑到治腿一事。你爹娘一定极其不凡吧？他的背景应该极不简单，只有极其优秀的爹娘才能教出如此完美的他。什么背景让他既会领兵作战，又会医术，甚至会打造兵器？他如此完美，之前是不是有许多心悦他的男人？此刻他真的很想知道有关他的所有事，但他不愿意说，肯定有不得说的秘密，他不会去追问。我爹娘确实很优秀，2人感情也极好。宋锦神情有些惆怅，时间太长，他都有些记不清双亲的模样了。阿锦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一辈子为你终老。我何时答应过要与你终老？我再警告一次，要是下次你再敢对我胡来，我真的会剁你手，让你变残疾。不提前警告，指不定这厮就会秒变衣冠禽兽，对他动手动脚。他的手段他可是领教过的，事后他总是慢半拍才反应过来，这男人太有心计了。年前小年夜那日，他才与他分户，他都不明白为何1个月不到，他不仅莫名其妙给他机会，还被他亲上了。所以他忍不住怀疑，这男人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已经在套路他了。不过他的警告真的对萧衍之没有用。他的声音刚落，萧衍之再次趁他毫无防备，霸道圈他入怀，直接用唇封住他的唇瓣，用行动直接告诉他，他不会胡来，只会真来。而且他发现了他一个极可爱的弱点，只要他亲上他，他就会忘记反应。原本凶悍的他会立即变成待宰的小绵羊，对付小绵羊，他只有化身饿狼了。萧衍之急切地撬开他的背齿，含住了他的馨香，亲吻他是愈发熟稔。时间不知过去多久，当他满面潮红，连呼吸都忘记时，他渡了一口气给他，才依依不舍放开。他若再不放开他，他也担心自己失控。要不是他双腿目前动不得，他很怀疑自己真会将他就地正法，让他变成自己名副其实的女人。今夜留下别走，好不好？我只想教你识字、写字。宋锦不知道自己怎么回过神的，让他留下是不可能的。他才不信萧衍之真的只想教他识字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宋锦忽然抓住萧衍之另一只手，张开嘴，又狠狠地留下一个对称的牙齿血印，这才泄了愤，抓起纱布给他包扎双腿。最后一次，再敢乱来，我就直接离开。反正我给你治好了腿，又不欠你。这句话出口，总算起到了震慑。萧衍之心底里最害怕的就是他离去。一如他说的，他不仅不欠他，反而是他亏欠了他，而且他不清楚他来自哪里。一旦他离去了，
估计他找都没地方找去，好不容易才让她成为自己的女人，可别用力过猛，最后把她吓跑了。你别走，我保证不会再逾矩，按着3茶6理来。哼，你这话说了好几次了，哪次当真了？下次你若再胡来，我二话不说直接走。撂下话，纱布也缠好了，给他套上裤子，他便不再理他，转身走了。他悄摸摸地回去娘家，却不知道各房中的娘家人一个个耳力惊人。刘氏与宋爹坐起身子，在黑暗中对视了一眼，随后看向炕上熟睡的4小家伙。你明日找机会与胭脂谈一下，告诉他若真喜欢咱闺女，让他赶紧把人娶回去，否则我真担心你闺女真的会干出喜当娘的事来。哪有女方去让男方娶的呀？大半夜孤男寡女关一房，没点事谁信呢？他们都到了这一步，还在乎谁亏谁赚？你直接问就行，问他什么意思？若真喜欢咱闺女，就不能亏待了咱闺女，早点将人娶回去。我觉得呀，你别瞎掺和了。闺女不是说了她会医术，不可能喜当娘吗？宋爹觉得，除了村长与三叔公，村里没人知道他们闺女和离了。届时他们闺女若真喜当娘，偷偷再去官府把婚嫁登记一下就行。哎呀，可烦死我了！我们咋把闺女养成这样啊？你说她为啥和离呀？如今到了这一步了，你说她为啥又不愿嫁？嫁了人何至于偷偷摸摸做贼似的？你别愁了，别他妈闹去，赶紧睡吧。赵钱约定离开的日子终究到来。第3日的子夜，宋锦在村口老井边相送赵钱。赵钱看着眼前自己爱而不得的女人，心中悲切。认识了大半年，他总算要离开她了。包袱里面装的全是毒药与解药，还有治疗你父亲的卡血药。回宫后你自个儿小心。随后从袖兜里拿出一张设计图，再次递给他。这是唐刀锻造设计图，我也不知能不能锻造出来，你姑且可先一试，实在不行可以写信来问。又指着身后的不远处板车，木箱子里头装的正是我与你说过的比10发连弩还要厉害的烟毒火球，引线点燃投掷便能灭敌。火球我以封箱做了防潮处理，非要用时不宜过早拆开，更不能让人知道，你最好走水路回京。说完，宋锦后退了3步，与赵钱保持了应有的距离。赵钱正看着他赠送的3大好礼，双眸逐渐赤红，张了张唇，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这些好礼他一个也不想要，只想听他说一句挽留的话。要是他挽留一句，他甘愿放弃一切，包括杀母之仇。然而他知道自己错过了，在他第1次灵魂拷问时，他没有立即舍弃一切回答他，就错过了机会。他不可能挽留。若是他日萧衍之对不起你，你能不能跟我？不能，他是他，你是你，我们只能是兄弟。赵钱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，但最后他反而释怀笑了。果然没有希望才不会绝望。多谢你4大好礼，我承诺过，除了命，你以后可以向我索要任何一切，这个誓言一辈子作数。他所说的誓言是逃荒路上他对他的承诺，誓言太重，宋锦眉心轻颤了一下。我能再看看你真容吗？我怕时间长了之后你以真容示人，我怕我会认不出你来。前一次惊鸿一瞥，其实他没有记住他真容的模样，他想记住他的容貌，一辈子藏于心里。宋锦很犹豫，最后还是背过身去，从空间里引流一点灵泉，抹干净脸，再转回身子。当赵钱再次看见他的真容时，黑眸紧紧锁定他的脸孔，认真地将他的眉、眼、唇、五官的每一道轮廓全都映入脑海中。
宋锦没有给他看多久。你保重。你保重。很简单的3个字，如一把无情的刀，斩断了赵钱依恋的眸光，也挥断了他心中所有涟漪。你也保重。等他发现自己离开狠黑村时，伊人身影已不在。爷啊，你真喜欢，为何不直接将人绑了带走？就算得不到对方的心，得到对方的人也好过难受。自古帝王抢女人还少吗？最后那些女人哪个不是都爱上帝王？绑他？我想，但我不敢。最久的那些日子，他何曾没有冲动想过强行占有宋锦，让她变成自己的女人？一个，他不是畜生；第二个，他不想宋锦恨他。爷，我不想从他眼中看到失望，他现在最想看到的应该是我成就霸业的模样。宋锦送给他的10发连弩、唐刀、火药、解药、毒药、卡血药4大好礼，每一个都是希望他成功登上帝位。得不到，那就让他看我成就霸业。正望着狠黑村的方向，赵钱目光悠远。赵兄离开了。萧衍之没有去送赵钱，在院子里等着，是想给宋锦与赵钱一些独处的空间。确实离开了，日后有机会再见，我们可能就要对他行跪礼，喊他一声陈王了吧。陈王？为何是陈王？为何不是瑞王、端王、宣王、康王、晋王等其他？陈字代表帝王，这个字可不是谁都可以用的。宋锦听了萧衍之问话，这才回过神来，惊悚反应过来自己说漏嘴了。其实我会一点占卜，昨夜我夜观天象，发现紫微星发亮，陈字又是紫微星屋宇，帝王的居处。我若没断错的话，他会封为陈王。害怕萧衍之再追问，宋锦嫌弃的口吻道：说起这事，我要说你了，紫微星附近的天泉星怎么还是暗淡无光？你可是天泉星，未来做首辅的人，天泉星不亮怎么当首辅？赶紧回屋去念书，我还指望以后做首辅夫人呢。你说什么？萧衍之被宋锦莫名其妙训斥一顿，本还一头雾水，可是当他听到最后一句，险些乐疯了。你这话意思是你愿意嫁给我了？我说过嫁你吗？我只说我要做首辅夫人。太好了，你等我，必须等我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首辅夫人。说完，他冲动地握住宋锦的右手，不仅忘记了警告，还狠狠在宋锦手背亲了一口。说过的话如泼出去的水，你可不准食言。我现在就去文书，等我，这个首辅头衔我一定拿下，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皇宫以外最尊贵的夫人。一整日见你愁眉不展，身子不舒服吗？他最喜欢数钱了，每次他数钱时都笑得见牙不见眼的，今日实在太反常了。他忍不住怀疑他是不是小日子来了。还别说，萧衍之还真的猜中了，宋锦确实是小日子来了。心情不好有这一原因，最主要原因是戎狄来犯。阿锦，你是不是在担心赵兄？赵钱离开1个半月，走水路若一路顺利，应该已进京城；若再顺利，相信不久全天下都会传出他恢复身份的事。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担心他做什么？他没有想赵钱，只是在想接下来因为他乱套的剧情会如何发展。萧衍之莫名其妙成了他的男人，心里边总有点不安，他总有一种会突然跳出一个厉害的女人来跟他抢男人的错觉。他的直觉向来准确。把你手伸过来，袖子撸起。萧衍之浓密的睫毛颤了一下，但还是老老实实，心里窃喜，伸出手，袖子撸起，伸向他。1个半月，他给他换药了5次，5次他都快忍不住想对他逾矩的时刻，他就会提前让他撸起袖子，然后在他还没有长好的牙齿印上再次狠狠咬上一口，留下新牙印。连着被他咬了5次，他的2只手不仅留下了2个他的专属烙印，
到现在都还疼着。宋锦一点不客气，在萧衍之手臂伸过来那刻，低头就在原来牙印上狠狠咬上一口。你的双腿手术快满3个月了，缝合处我看着也闭合长好了，骨干也恢复得不错，从今儿起不必再换药，而且打明日起你要开始下地做复健，每日练习走路半个时辰，拐杖我都给你量身定做好了。他每日给他喝1壶灵泉，这腿再不好都要对不起灵泉了。要知道他之前才喝2囊灵泉便一经法髓，泡几次灵泉脸上斑点都全消失了。萧衍之突然听见以后不用再换药，瞬间脸都白了。这就不用换药了，我的双腿这样就可以了，不必再多等一些时日了。不再换药，他如何找借口与他亲近？他能与他发展至今日，可以说全靠这双腿的功劳。宋锦见萧衍之失望的脸色，哪还能猜不出他心思，好气又好笑。我说了不用便不用，难道你还想继续摊着让我伺候欺负我不成？萧衍之紧抿住唇，很想点头称是，他就是想欺负他，甚至还想欺负他一辈子。金满楼自从推出火锅之后，一跃成为永福县第1酒楼。不仅如此，金掌柜听了宋锦的提点，迅速在南边排名前5富裕的5个府城开启了分楼。这不仅让金掌柜数钱数到手软，宋锦的香料买卖也越做越大，将作坊对门赵钱房子单独做成豆腐作坊，还将开完荒地无事可做的全村壮劳力全部拉入作坊。仅仅几日，小作坊摇身一变，从原本只有30几人妇人姑娘的作坊，人数壮大几倍，涨到200人。在赵钱离开后的短短1个半月，破烂的狠黑村完全变了模样。不仅2个作坊热闹非凡，买卖如火如荼，村口老井边也种满了花花草草。萧衍之的院子更是变成了孩子们识字的私塾。着他双手的大手突然用力一带，不仅一手圈他入怀，让他坐在自己腿上，另一手则扣住他后脑，在他惊呼那刻吞没了他的声音。宋锦惊觉自己坐在什么地方，瞠目结舌。可现在是关注他双腿能不能坐好没好的问题吗？他的吻时而急切，时而疯狂，时而温柔试探，视他如珍宝呵护着。宋锦被他吻得意乱情迷，忘记周遭一切。萧衍之也情难自禁，不能自拔，直到脆弱的定力在彻底失控崩溃边缘，他才喘着粗气急速放开他。阿锦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答应嫁我。这一刻他真爱惨他了，但同时对他患得患失的念头似乎更强烈了。我虽答应了嫁你，不过我可不好娶啊，日后你若敢欺负我，我可能会生气杀了你，你可想好了？我发誓，日后我若负你，不逼你动手，我自刎谢罪。而且我不仅想好，也很确定，这辈子我萧衍之非你不娶，且一辈子只指你一个女人。宋锦听着他的誓言与承诺，很是震惊，不知用何言语形容自己的心情。毕竟这是封建的古代，他竟不像其他男人想着3妻4妾。最后他什么也没说，也没有机会说，因为萧衍之再一次吻了上来。且这一夜他留在他的房里过了夜。当然洞房花烛要留在金榜题名时，萧衍之只是如愿以偿教了宋锦认字与写字。一整夜，宋锦伏在书案前学写字，他则在身边握着他的手，一笔一画教他勾画。一日，娘家人4小家伙，萧大郎一家4口全都知道宋锦在萧衍之房中过了一夜。除了刘氏担忧宋锦会喜当娘，其余人都喜闻乐见。对于宋爹、大哥、二哥他们来说，宋锦开心则好，3茶6礼真的不是很重要。宋锦真的哪天珠胎暗结了，大不了去官府立个婚书，补一场婚宴的事。但刘氏真的白担忧了。午饭过后，萧衍之突然当众握着身侧宋锦的手。岳父岳母，我与阿锦决定，等我明年高中状元那日，
我们就定亲。这话出口，堂屋一瞬间陷入死静，娘家人、萧大郎夫妇全都张大嘴巴，忘记了怎么和尚，实在太突然了。所有人都以为要等宋锦喜当娘了，二人才有可能再成亲呢。我确实答应了胭脂，明年她高中后，我们就定亲。四小家伙不是很明白定亲具体指什么，但见爹娘十指交握，他们猜测应该是他们爹要娶他们娘回家了，简直太好了呀！他们爹总算没让他们失望，他们爹爹实在太棒了。爹爹，是不是娘要做爹爹新娘了？娘是新娘，那爹爹就是新郎喽。好哎，爹娘要当新郎新娘了。定亲不是成亲，定亲过后才是成亲。你们想你们爹娘做新郎新娘，还得等着他们成亲。不过二人定了亲，离成亲不远就是了。而且定了亲，有了婚书，即便他的闺女真的喜当娘了，别人也不好再说无媒苟合了。只是他盯着自家闺女肿胀的红唇看，心里头还是很担忧。哎呀，他闺女都在隔壁过夜了，这指不定该发生的都发生了。只要二人身体都是正常的，他闺女指不定随时都可能喜当娘。明年才定亲，时间太久还是很危险啊。宋锦可不知道刘氏为他操碎了心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狠黑村发生了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新村吕村长果然如萧衍之所言，与自己的儿子吕广贵一起代表整个新村登门道歉，而后又向宋锦求活计。第二件事，也是唯一激愤人心的一件事，萧衍之终于弃了拐杖，完全站起来了。虽没有拐杖，他还不敢迈开步子，但是他可以站起来了，不用拐杖就能站稳了。阿姐，我可以站起来了，我可以站起来了。萧衍之双眸通红，拥住宋锦，向宋锦分享他心中的激动与狂喜。太好了，二郎，你总算可以站起来了，再过一段时间就一定能正常走了。不仅仅是二郎，娘家人、萧大郎夫妇，全村人上上下下，男女老少，全都替萧衍之开心。只不过大家伙高兴没过半天，就被突然骑着骏马前来的郑县尉与2个来收税的衙役迎头泼了盆冷水一般。郑县尉与衙役面色凝重，给全村人带来2大噩耗。第一大噩耗，3月初1，戎人乌军果真来犯。第二大噩耗，所有南方的百姓每户人家要交抗戎税3两，赋税、田税涨了往年1倍，每户人家将近要交6两银子。这2大噩耗砸下来，不仅全村人被砸晕了，就是整个南方此时都炸开了锅。所有南方百姓心里只有一句话：皇帝老爷怕不是疯了。宋小恩人，郑某惭愧，这税是朝廷要收。郑县尉告诉了全村人噩耗之后，对宋锦一阵道歉，然后递给宋锦一个红封。这个红封是吴氏给的，里面躺着500两银票。500两，吴氏是准备帮助萧家村人垫付。郑叔，我们村的村民会一个不少全部交上税。郑叔让吴婆婆放心，我们最近香料与豆腐买卖托得吴婆婆的鸿福，挣了不少钱，我们村全村人交得起税。自打宋锦作坊开启时，时至今日，作坊如今每日净利润入账已过1000两，他已经不知不觉中荣升小富婆了，兜里更是悄无声息，总收入好几万两银。他已经是个万两户了。先不说萧家村人在作坊做事有了收入，全都交得起税了，就是交不起，他也能替萧家村解决了这个麻烦，根本不需要麻烦吴婆婆。郑县尉没想到宋锦居然拒绝了他老娘的红封，其实这个红封有一半他故意试探的意思，因为他老娘吴氏一直想要交好宋锦，他才与他老娘打赌试探。他想试探宋锦值不值得他老娘交好，没想到他老娘还赌赢了。宋锦真值得他老娘交好。
见此，他果断收回了红枫，然后带着衙役离去了。只不过心里打定了主意，过几日后便与他老娘再一起登门拜访宋锦。当宋锦看着全村人一个个回去作饭干活，院子里再无旁人之后，他先与萧衍之对视一眼，而后二人心领神会，回到东屋，再关上门议事。按理已经2个月过去了，赵钱应该回到宫中，封王的圣旨应该与收税的圣旨一起出现才对。可是今日没有传达封王的消息，只有收税的圣旨，难不成他还没有回到皇宫？他有可能路上出了意外，路上耽搁了时间，也有可能是圣旨耽搁而已。不用担忧，以赵兄才智，想回宫并非什么难事。封王圣旨或许已在路上了，也不一定。阿姐，我想……你还真敢想啊！宋锦以为萧衍之真想让他伺候，脸都绿了。萧衍之没有纠正他的误解，直接用行动解释，他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。二人算月账，原本就离得只有半臂之距。萧衍之猛地伸手踏入他的发间，往身前一带，轻而易举就牢牢封住了他渴望了1个多月的红唇。宋锦这一次气炸了，他还以为他忍了1个多月真会遵守什么3茶6礼，这男人果然还是那个表面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。宋锦想命令他放开，却被他急切且霸道的攻势吓到了，也被他愈发熟稔的技巧挑逗得大脑轰鸣。阿姐，萧衍之此刻恨不得将宋锦揉进自己心里，与他融为一体，填补心口患得患失的空虚。自从新月上宋锦，他就感觉自己每一日都是提心吊胆的，就如此刻分明二人近在咫尺，他仍感觉他随时会消失一般。其实宋锦也不明白，他也觉得萧衍之对他的爱很虚幻，宛若镜花水月一般，来得突然且不真实，让他很不踏实。阿姐，当他再次放开他的时候，彼此都喘着粗气，大口呼吸，彼此眼眸中都流淌着令人沦陷的意乱情迷。不知过去多久，逐渐恢复清醒的宋锦没有再责怪萧衍之，只是眸色迷离盯着他看。萧衍之见宋锦一直不说话，以为他生气了，很是后悔。阿姐，对不起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也不知自己为何会变成这样。每次与他独处，他都会一次次失控，把持不住，而亲吻他之后，心里头的不安与患得患失反而更加强烈了。时辰不早了，我回隔壁去了，你把月账记完，也早些歇息。一直不说话的宋锦，仿佛之前被他吻得昏天黑地的事未曾发生过一样，丢下话就要起身离开。你不会突然消失，抛弃我走了吧？宋锦怀疑自己听错，很想问他看去如此渣女吗？不过猛地记起来，他确实对他说过威胁的话。你怕我离开，还一直不拿我的警告当回事。我没有不当回事，我只是情难自禁。他只是满心满眼都是他，什么警告都被他抛到九霄云外而已。宋锦见他凤眸流露的慌乱，心跳失常，大胆地做了他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事。他瞬间轻身堵住了萧衍之的唇，并且在他全身僵化的时刻，在他唇上狠狠咬上一口才放开。咬完之后，盯着他唇上的鲜血，脸红的能滴出血来。傻子，亲了我，你还想不负责？我说走了，岂不让你白占了便宜？他想通了，若是这男人真的满心满眼，心里只装着他一个，他放肆一回，答应他又如何？去他的狗屁剧情！只要他认定了，这男人就是他的了，都是他男人了，二人迟早都会睡的。他想亲就亲吧。萧衍之僵硬地跟随宋锦离开的身影转头，不可置信地摸着唇上被他咬了一口的地方，心里嗷嗷直叫，开心的几乎要疯掉。一直来他吻他，他只任他索取，从未有过任何回应。可他刚刚不仅回应他了，还说要他负责。这话要是他再想不明白，就真的傻了。简直太好了，他不走了，而且间接答应嫁他了。
他虽不知需要多久二人才能成亲，可是他给了他一个明确的答复。阿锦，你怎能如此可爱？他冲动想去将她追回来，却发现自己仍坐在轮椅之上，瞬间嫌弃起自己的残腿。萧衍之从来没有一刻如此刻般渴望能正常行走。为了尽早恢复双腿，早日高中状元，娶到自己心心念念的女人，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必宋锦要求，萧衍之每日晨时便起来教村里所有孩子识字，午后就坚持做复健。最开始下地的几日，即便有拐杖，刺骨钻心的疼痛让他冷汗涔涔。每日做完半个时辰复健，他整个人宛若水里捞出来似的，全身都被汗水浸透。宋锦看在眼中，是狠狠被萧衍之坚定的意志力惊了一把，每日给他一壶灵泉，复健一事便由着他自己折腾，他则全心全意去忙春耕与作坊，还有空间种田建粮仓的事。娘家堂屋，一家人围着桌子。爹，从明日起咱们不必再去永福县摆摊，一个原因是摆摊活太累，二个原因是那些挑客与货郎已经得知咱们住址，让挑客与货郎去帮咱们卖豆腐卖香料才是长久之计，帮咱们卖东西的人越多，咱们挣的才越多。宋锦野心很大，做了买卖就绝不是小打小闹，初时的摆摊不过是为了推销香料与豆腐而已。如今香料与豆腐在永福县传得家喻户晓，是时候转型做大了。那些挑客与货郎就是他转型的好机会。行，闺女，你说咋样就咋样，娘家人都听你的。宋锦简直乐坏了，当即又唤萧衍之给他写契书。不过等了20多挑客与货郎签完契书离开后，他又陷入了愁苦。订单一多，人手便不够，而且村里的田地需要人手耕种，若抽出人去耕种，作坊运作就要耽搁。萧衍之见他愁苦的面容，在他唇上狠狠亲了个够。我猜你是累坏了，你忘记了这个村原来叫什么？你是说最近每日那么多骡车与生人经过新村，新村的村长眼睛若不瞎，应该早坐不住了，指不定正想着来巴结。不过香料配方事关重大，我们不能让外人进入，但耕种可以让他们做。就是村里姑娘们被8个混子轻薄的事，村里人恐怕不同意。我来与村长和三叔公谈，这道坎儿村里姑娘迟早要迈过去。说完又吻住宋锦娇嫩红唇，霸道肆意又亲了许久才放开他，呼吸不稳。阿锦，你那日说的负责我可是记住了，不许反悔。宋锦盯着他刚长好的嘴唇，你这嘴还要我再咬一口吗？萧衍之听他笑声，心口一阵激荡，想点头让他咬，但他没给他转移话题，仍抓着话题不放。阿锦，等我高中状元那日，我们定亲好不好？如今二人一举一动都属于无媒苟合，他不想他没名没分，而且定亲要换庚帖，去官府立婚书，只要立了婚书，之前他和他的和离书不仅能作废，他还能冠他姓氏，成为他堂堂正正的女人。他甚至想好定亲吉日了，人生2大幸事，洞房花烛夜，金榜题名时。可以吗？好。等他高中状元，还需等到明年春闱之后，1年时间不算着急。他已决定选择这男人，再说不嫁就显得他矫情了。阿锦，萧衍之原以为求娶会无比艰难，他一定会拒绝他，做梦都没想到宋锦会答应他，他居然答应嫁他了。阿锦，求你再说一次，我一定没听错，对不对？宋锦看着萧衍之压抑激动的俊容，没等他说完，主动附上他厚薄适中的冰凉双唇，一个主动的吻胜过一切回答。书房不时传来咳嗽的声音，骤然风起，埋首批阅奏折的武文帝
未曾抬头。不是。他以为来者是阿大。赵钱冷漠地盯着自己的杀母仇人，久默不语。你是谁？不是阿大，却神出鬼没出现在这儿，容不得他不惊。你如何进来的？如何进的皇宫？如何瞒得过所有侍卫与暗影进入御书房？你儿子，至于我如何进来，自然是走着进来。儿子？赵钱丢给武文帝一沓书信和一纸血书。禅位吧，你根本不配为人父皇，更不配坐在这个位置。而这大概也是史上最离奇的逼宫。武文帝见鬼似的瞪着赵钱，张大了嘴，忘记了反应，直到阿大再丢了2个老妪在面前，他才如梦初醒。2个老妪虽容貌变了，可是他却认了出来，正是给他皇后接生的稳婆。2个消失了20年的死人，居然都还活着。告诉他我是谁。2个稳婆本应该被人灭口，但最后反而被阿大救了，并且假死藏起来20年。2个稳婆颤巍巍地伏在地上，许久过后，其中一个死前难得坦言道：回陛下，她正是当日皇后产下的狸猫。另一个也自知无法再欺瞒下去，更知道说与不说，他们今日都会死。这一切都是容妃，容妃恐惧皇后先产下皇子，皇子会因此立为太子，这才裹挟了奴婢2人全家性命，逼迫奴婢2人在皇后产下皇子后换成狸猫。武文帝惊悚地听完2个稳婆的话，不可置信地再次看向赵钱。然而他越仔细看越发心惊，他发现赵钱眉眼长得极像他的皇后，五官也与他长得很像，甚至比他另外27个儿子长得更像他，更加俊美绝伦。你真是我儿子？既然病了，就不要硬撑着了，及早退了，躺着还能多活几年。接下来没人比我更适合这位置。武文帝再一次被逼宫，而且还是突然从天而降。一是自己儿子逼宫，又一次惊得嘴巴张大，忘记了和尚，哪里还见一点帝王的气势。3天，若不想成为亡国昏君，就还我身份，将兵权交给我。赵钱一刻也不想在皇宫多待，对着自己老父亲又冷漠地丢下一句话，便如来时一般，来无影，去无踪。3天后，赵钱恢复皇子身份，册封为陈王，与太子享同等待遇，驻皇宫赐陈宫。此圣旨一下，不仅满朝哗然，后宫全惊了，众皇子王爷脸都绿了。尤其荣贵妃的亲儿子，当朝太子赵祯简直要气死了。当众皇子、王爷、太子、满朝文武看见武文帝直接将奏折让赵钱批阅那刻，怒火彻底点燃。一个莫名其妙出现的泥腿子，摇身一变成为皇子，还得皇帝宠爱，直接辅政，这怎么可以？见太子赵祯上蹿下跳，作死蹦跶，赵钱冷笑一声，扔了手中奏折，手上突然多了一把10发连弩，对着赵祯就扣动了连弩扳机。10支短剑全部从赵祯脸颊擦过，然后依次排开，全钉在赵祯身后的汉白玉柱上。原本喧哗的御书房，一个呼吸间全陷入死寂。凭我这个武器，胜没胜过你这个连耗子都灭不死的废物？够不够资格坐在这里批阅奏折？此刻不止众皇子王爷、赵祯、满朝文武傻眼了，就是武文帝也张大嘴巴，忘记了反应。4月中旬，赵钱封为陈王的消息终于昭告天下，并且陈王领兵30万出征西北边陲，也一并传入了天下百姓耳里。宋璟与萧衍之听到赵钱如愿掌兵，也双双松了一口气。阿锦，你的占卜术确实厉害，赵兴果然封为陈王。东屋，萧衍之看着书案前数钱数到手软的宋璟，语气有点酸。他的女人太会挣钱了，
1个月而已，又进账5万多两，而且还有继续增长的趋势，害得他莫大的压力。他的双腿能走了，昨日还兴高采烈去了书肆，卖了3篇策文，得银1000两。可是拿到宋锦5万多两面前就不够看了。阿姐，你帮我占占卜，看我有没有财运。萧衍之打算，他要努力，让自己女人以后每天数着他挣的钱过日子。沾什么沾？娶到我，就是全天下的男人都不及你有财运。他这话一点毛病也没有。他若真嫁他，还不是带着一个行走的银桩嫁给他？阿姐，我是认真的，有一个买卖可以做，来钱也快。士农工商4民，商最低贱。你已经走在前端仕途，做什么还想着挣钱从商？我一直不买铺子，就是不想从商。萧衍之很想说，我这不是想多挣点给你每日数钱过日子吗？我还是走仕途，不过我说的买卖不是从商。昨日我经过银楼时突发奇想，你说养蚌玉珠如何？他其实不止经过银楼，还进了银楼想给他买珠钗，但挑来挑去没有一个满意的，这才突发奇想。他想着自己玉珠，最好的珍珠作为迎娶他的聘礼。好家伙，这脑子果真比我这俗人要高一个档次，想的都不一样。他空间里的灵潭若是用来养蚌玉珠，这简直不要太好，养出来的珍珠都可以想象有多漂亮了。而且这才是真正来大横财的方法，他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你踏踏实实专心考你的状元就好，养蚌玉珠挣钱的事我来。总之我不会嫌弃你比我穷的。他不安慰还好，这一安慰让萧衍之感觉自己心口莫名挨了一刀。他比他穷，这可怎么办？落户之时，他发现大号没有植物油，他便想过开榨油坊了，可当时考虑到会护不住产业，才没敢做。萧衍之低头看见宋锦又在捣鼓绘画，立即又生了不好的预感，简直要愁死了。他女人为何什么都会，且不愿意藏拙的？阿姐，你这次会的又是何物？歇氏榨油机。那又是何物？如今咱们吃的是猪油对吧？猪油贵吧？然后我画的这个可以将黄豆榨出食用油来，黄豆成本低，且吃植物油比吃猪油要长寿。大号百姓将从我开始改吃植物油。萧衍之听完后差点站不住，一脸愁苦。阿姐，你的家乡到底在何处？到底是何地方？连植物可做油都知道，竟如此强大恐怖如斯。原本他不想谈起过往，他也不愿意去打听，可是他真的很担忧，甚至忍不住怀疑他来自强大的域外。这要是被朝廷知道他不是大好人，会当成戏做的。